我深感现代人对于养生的追求方式多种多样，然而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多地患上各种疾病呢？医疗条件和养生方式虽然越来越好，但疾病却越来越多，病人也越来越多。很多人拥有财富和地位，却无法治愈自己的疾病。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？现代科学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探索宇宙的奥秘，但面对生命威胁时却显得无能为力。这让我深思，现代病已经不再单纯是身体运转的问题，而是心理状态、社会运转等其他方面共同导致的深层次问题。有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，他们将实验猴子吊起来，不时给予电刺激，使猴子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。不久检查后发现猴子得了胃溃疡。通过胃镜、X 光、脑电图及生化等手段对胃病的病理机制进行研究，发现胃病的发生与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或抑制、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密切相关。中外研究人员对100岁老人的调查研究显示，这些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，那就是心态非常好。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《黄帝内经》中就有提到：怒伤肝，喜伤心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恐伤肾。也就是说，情绪是一切疾病的根源。现代的世卫组织也证实了这一点，他们研究表明，世界上90%的疾病都与自身情绪息息相关。因此，要想健康长寿，就需要修好自己的心态。与其盲目追求名医良药，不如从现在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情绪，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生活方式。健康的身体和心理是相辅相成的，只有身心健康，才能真正实现健康长寿。让我们从关注自己的内心开始，焕然一新地面对生活吧。好的心态是最廉价、最有效的药物。这是元代医学家罗天益的名言，他道出了心态对于健康的重要性。心乱则百病生，心静则万病息。内心混乱，欲望开始丛生，就容易招致病魔；而内心平静，和悦之气升起，就可以百病不侵。病魔其实是心魔的显化，心魔又是病魔的根源。一个好的心态，就能让百病远离，身体健康。《华严经》中说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画家，他能够画出我们看到的世界。内心的状态如何，所看到的世界就是怎样的。如果内心阳光明媚，看到的世界就是健康美好的；如果内心阴雨连绵，看到的世界就会充满烦恼和疾病。林黛玉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她因为心态不好，身体一直受病痛折磨，最后郁郁而终。佛经中说，心静则国土静。内心不清净，分别心太重，执念太深，各种欲望杂念纠缠，就会让身体成为病痛的探照灯。
只有内心与自己和解，放下执念，才能远离病痛。稻盛和夫先生曾说，人生中遭遇的一切事情，都是由自己内心的磁石吸引而来，疾病也不例外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，学会与自己和解，不被外在任何幻想迷惑。人生是一场修行，修炼自己的心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心境一转，外在就会改变，一念放下，万般自在。我见证了叔叔和堂哥在家中因肺结核而生病的情况。肺结核是一种容易传染的疾病，然而尽管父亲和哥哥轮流照顾他们，叔叔却只是偶尔探望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最后叔叔被传染上了，而父亲和哥哥却未受感染。这引发了我的反思。我认为，人的心态对健康的影响至关重要。当亲人患病时，有些人会感到害怕和担忧，而有些人则比较坦然。正是这种心态的不同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。正如佛家所说，有心无相，相随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随心灭。我们的心态和想法会吸引与之相应的事物发生。一个故事让我深刻理解了这个道理。小和尚看到众人来拜观音菩萨，手里拿着佛珠祈求健康长寿，但观音菩萨自己也有一串佛珠。师父告诉他，菩萨在求自己。这让我明白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菩萨，我们的内心具有自性圆满。只有向内求，了解自己的心，修好一念一行，才能心想事成。人的身体是受心灵支配的，心态好是最好的养生。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显化。如果想要改变外在，就要了解自己的心，保持好的心态，积极乐观，凡事都往好的方向想。正如佛家所说，人生有六道轮回，有的人内心清明，就生活在天堂；有的人内心繁杂，便生活在地狱。天堂和地狱其实就在一念之间。真正的智者早已洞悉生命的真相，他们明白好的心态才是百病不侵的秘密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好好修身养心，保持平和的心态，这样一切都会顺心如意。我想分享一些关于如何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，从而远离各种疾病的困扰的重要见解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你可以轻点屏幕上的订阅图标，与我建立联系。在接下来的视频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主题。感谢你花时间阅读到此处，回复一句百病不侵，这将会为你和你的家人带来更多的健康和福祉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建议有价值和意义，也欢迎你随喜转发，这样的善举定会带来无量地功德和福祉。